这也太奇怪了，今天的资料都是薛老大亲自检查过的，怎么还会出错呢？你管他呢，反正也怪不到我们头上。夏言呢？怎么还没来？薛老大要是发现了，又得找茬。夏言不会来了，为什么？薛老大不让他来。凭什么呀？他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先是把徐总赶走，又偷偷卖掉人家的算法，现在还不敢让夏言来参加，这一什么人？这就是一白眼狼、胆小鬼！别再瞎说了啊！狗腿子！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还说别人是胆小鬼，我看你才是，只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，这就是你的能耐。我背后说人坏话了吗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夏言当主管的时候，你对他那么好，薛宁回来了，你马上就变脸，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好了好了，我是怎样的人啦？不管谁是领导，我都只是认真工作，完成交代给我的任务而已啊！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阿谀奉承，更没有拍过谁的马屁。我因为我的工作能力而得到赏识，这有什么好记恨的？我记恨你。可是你呢？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夏言啊？还不是因为他从不责备你，总是给你擦屁股。你想夏言当老大，不就是想偷懒、想浑水摸鱼吗？当面就唯唯诺诺、装傻充愣，背后就刻薄挖苦、满肚子牢骚，这就是你的能耐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偷过懒？你想让我当面说是吧？好，黄美琪，你就是一狗腿子，两面三刀墙头草。当面说我算什么本事啊？你讲了薛老大那么多坏话，你也当着他的面说啊？你觉得我不敢当面说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背后说什么，当面照样敢说什么。吵什么呢？该干嘛干嘛去。都站在那儿干嘛呢？手里都没活是吗？艾米，我什么我？有话赶紧说，没话出去干活。一个个都学会偷懒了，这都跟谁学的？谁把运营部搞成这个样子的？你别说了，我不允许你再说夏言的坏话。他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你嫉妒他，陷害他，陷害他不成又去陷害徐总，处心积虑把他赶走，就是为了把他研究了7年的算法卖掉。大家都知道徐总是不会出卖 SG 的，出卖 SG 的人是你。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还不走？都出去！要不要去换身衣服啊？一杯水而已，不要紧的。董事长是不是快来了？应该快了。刚才那番话，真应该让董事长也听一听，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呢。改变主意？说许成义和林浩联手，这不太可笑了吗？他们2个人是情敌关系，怎么可能扯到一起去呢？你说的对。等签约仪式结束之后，你快去跟董事长好好谈谈。结束再谈，恐怕有点太晚了。就应该早一点让董事长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，出于什么目的，一直在 SG 内部搞鬼。你是说，公司里面有内鬼？当然了，泄露资料这样的事情，只有公司内部的人能办到。不然你以为当初你请我回来，我为什么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？我就是想看看，这个人到底是谁。有我在，你是不会得逞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，泄露资料的人是我是吗？你出现之前，
公司一直风平浪静。自从你来了以后，先是用户资料外泄，股票下跌，接着方案泄露，商业机密被盗。你敢说这一切都与你无关吗？薛总，你记错了吧 ？SG 的风波不是从我进公司开始的，而是从假账门开始的。刚才艾米也说了，是你嫉妒许成义和夏言，所以你陷害了夏言。可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不得不灰溜溜的离开。你离开之后一心报复，才有了后面这么多事儿。这就奇怪了啊！既然你觉得是我搞的鬼，那为什么又要向董事会担保把我请回来呢？我这么劣迹斑斑，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因为你到底是一时糊涂，还是说你根本就一早想好了要让我来替你背黑锅，所以才不惜动用人脉，也要保证我回到 SG 来当靶子？我在美国这么多年，国内哪有什么人脉？SG 在美国上的市，股东大部分都在国外，就是因为你在美国，所以一切才显得那么顺理成章。你跟股东的关系，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当初我头一天刚离职，你隔天就上任顶替了我的位置。你以为这么快的入职速度，这是没有人脉能完成的事儿吗？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能耐，可你把自己说的也太无辜了吧？这次你回来，真的是为了守护 SG 来的？你忘了你怎么跟我提条件的？你说你要当 SG 的首席运营官，许成义对你不错吧？他刚离开你就想抢他的位置，用得着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吗？对你这种利益至上的人来说，我要是不谈条件，你是不会相信我的。你就别自欺欺人了。你一心往上爬，先是陷害了许成义，现在又想来针对我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到底是谁陷害了许成义？要用事实说话。你当时焦点访谈呢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，这里头包含了你跟几位股东的密切来往记录。真的是很巧，他们几个人都是主张要卖掉算法的人。我待会儿就要让董事长看看你在背后到底搞了多少小动作。你到处散播对算法的不利谣言，你希望 SG 赶紧以低价把算法卖出去，这样你好坐收渔利。可是许成义呢？他不甘心自己多年的辛勤研究就这样被低价贱卖掉了，再加上他有董事长的支持，所以才顶住了压力保出算法，让你不能如愿。于是你被逼无奈亲自下场，你泄露资料，制造丑闻，引发 SG 的危机，你闹得董事会内部人心惶惶，你又挤走许成义，促成这次签约。这种事情光靠臆想是不行的。你好歹像假账门事件一样设个圈套什么的。夏言呢？他不敢来吗？我没让他来。哦，你不敢让他来，是怕大家想起你卑劣的栽赃手段吧？你一边维护着许成义，一边又排斥夏言，这么做也是为了迷惑我吗？我之所以不让夏言接触任何实质性的工作，就是为了不给你任何机会可以在他身上做文章。你在保护夏言？那你为什么把庆应大学的教授请回来站台？难道不是尽快把算法卖出去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之所以把2位教授请来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算法的底层搭建，他们能够证明算法的潜力和价值。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无法轻易得逞。让教授来站台，提高算法的出售价格，不错。薛宁，我以为经过了假账门事件，你应该心里很清楚，你在许成义眼里根本没有什么价值，是可以随时被遗弃的。没想到，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执迷不悟的人是你，是你不相信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用，还有真正的感情。感情？你对许成义有感情，他对你有吗？他的眼里只有夏言，你怎么就这么傻？当年我认识许成义的时候，他的一心也只想着你。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，去挂念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傻？他告诉我说，我们之所以会珍惜感情，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感情有多珍贵。你这一套就用来自我催眠吧。你刚刚说了这么多，
说我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就是为了要让 SG 尽快把算法卖掉，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购买算法的公司一定跟你有关系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，谁会信你这种没有证据的胡言乱语？他们没有证据，我有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们 SG 和美国 X 公司的签约仪式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和你的老公，还有他的 X 公司是如何夺走你前男友的心血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老公，我和 Edison 已经离婚了，而且他和这家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或者就算有，至少我不知道。哎，我说林薇啊，你每句话里面要有多少的谎言呢？我这里呢有2份文件，一份可以证明你并没有离婚，还是已婚人士；这另外一份呢，可以证明 X 公司的真正的持有者就是你的老公 Anderson。林薇，你这是要把 Sedop 卖给你自己啊？真的吗 ？Edison 还有家这么大的公司呢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我们俩正在打离婚官司，这个信息对我太有用了，估计我能多分不少财产了。学长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在中国都可以查到 X 公司真正的持有者是谁，难道你在美国的离婚律师会查不出来吗？事实上，你跟 Anderson 的公司遭遇了财务危机，所以只能假意打离婚官司，找一个借口，可以互相推诿，为的是拖延还债的日期。事实上，你们是不会真的离婚。谢谢你对我和 Edison 的感情这么有信心。看来我也该做一个相信感情的人。这些年你们的事业纠缠在一起，强行撕裂，2个人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，所以只是计算而已，跟感情毫无关系。学长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。没想到你现在也喜欢说这些家长里短。我管的可不是你的家事，是你在进入 SG 之后的所作所为。既然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过离婚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为了 Sedop。当你发现许成义在美国替 Sedop 造势，当你发现算法已经完成，你觉得只要握住它就可以拯救你们濒临破产的公司，所以你展开了行动，加入了 SG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想太多了吧？我的公司要破产了，所以我回国工作，给自己找条退路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们。你这个人呢，一心只想往上爬，不可能给自己有退路。你居然去了美国，就没想过要回来。你既然有了自己的公司，就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。你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，不可能屈尊降贵，更不愿意伏低做小。你口中的我，有雄心有抱负，我这么上进有什么错 OK， 有雄心当然没问题，但是有贪心就过分了。泄露 SG 客户资料的是不是你？做空 SG 股票的人是不是你？你这么说有证据吗？如果不是你做空了 SG 的股票，请问你们公司哪里来了那么大一笔钱？我的资金来源为什么要跟你汇报？先不说资金来源，我记得当时危机已经解除了，你完全可以收手回去做你的老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至少表面上看上去你还是很干净的，没有任何把柄握在别人手上。但是你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太贪心了，你一心只想得到 Sedop。你说的这些我根本没有做过。没做过。这2份文件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我想得到算法，就是我贪心吗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最初我也有参与算法的设计。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你就已经退出了。不管退不退出，算法里都有我的想法、我的理念在。凭什么你接触过的东西，你就觉得永远的属于你呢？为什么不呢？许成义如果自己能够掌控也就罢了，可是他性格那么软弱，在 SG 这么大的公司里总是被人辖制，他迟早把控不住，要把算法交出去。现在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？就算我不在，
SG 也会把算法卖掉。与其卖给别人，为什么不交给我？没有人比我更理解算法的价值。所以你就千方百计地陷害许成义，把他赶走，把 SetUp 据为己有吗？我没有陷害成义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告我诽谤，证据在我的手上。你少跟我来这套。你可以把他们拿给董事长看，我也会去跟董事长解释。我跟艾迪森确实没有办完离婚手续，可是我们已经分居了，跟离婚差不了多少，现在也没有任何联系。所以他和这家公司有没有联系，我也无从知道。如果董事长不信任我，大可以取消今天的签约仪式，重新找买家。就算 S 进出尔反尔的新闻让股票继续下跌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你不是 SG 的股东，我也不是。只要董事长愿意为你的诬告买单，承担损失就可以了。现在请你出去，这里是我们的贵宾休息室，你要等董事长，外面等。我告诉你，林伟，不要这么盛气凌人的跟我说话。新洲市采莲路白领公寓501室，听着耳熟吗？没听说过。那你呢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警察在那儿抓到2名黑客，那2名黑客就是入侵闺蜜星球数据库的人。我不管你们是谁主导了这件事，在警察查出真相之前，我希望你们自己去公安局自首。许成义，你怀疑我？你觉得是我陷害了你，我在打算法的主意吗？我现在还不确定。连严长军都相信我，知道是林薇在后面搞的鬼，为什么你在怀疑我？你应该是更了解我的。就是因为我了解你，你是那么的骄傲，本应该在离开 SG 之后就不再回来。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除非你是别有企图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别有所图。我在得知有人要害你的时候，我企图帮你，我企图救你，我企图帮你守住最后一块阵地。你自己看看吧。这个证明不了什么。行了，你可以向董事长继续诡辩。董事长怎么决定取决于他的盘算，但是许成义不会再相信你，因为你伤害了他太多。真的是你？不是我。那你告诉我，那段时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为什么打你电话你不接？你说过你不会原谅我的。如果我说我要帮你，你也一定会拒绝吧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我是个那么骄傲的人，我不希望我的所有努力在你看起来是在祈求原谅。既然我不需要得到你的感激，那我也就不用上你那儿邀功请赏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在帮你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，怎么现在突然就不相信了呢？因为夏言，我承认是我害了他，我错了，但是你也应该知道，不管我害谁，我都永远不会陷害你。为了你，就算我被全世界误会也没有关系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误会我的人竟然也包括你。对不起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你不欠我的。这次我回来，我想做的，我该做的，我能做的，我全都已经做了，我也不欠你了。我不用继续留在这儿了。其实你不是非走不可，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首席运营官，这不是你一直所期待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在意的是职位吗？将功补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在 SG， 我没有任何遗憾了。
真感人呐！行了，许成义，言归正传吧。当年林薇要卖我的软件，你站在他这一边，他说什么你都信。今天，他要卖你的软件，他说什么你还信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我没有陷害他，那些黑客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希望我可以相信你，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性，我都不会去猜疑。你是一个做事很专注、很认真，设定了目标就会完成的人。那时候的你是多么的优秀。就算最后你提出分手，我也毫无怨言。你当然不怨恨我，你应该是松了一口气。从认识你的那天起，我就告诉你，毕业之后我要去美国。你说你会支持我，你说你会跟我一起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。可真到毕业的时候呢，你却说你走不了。你说你要留下来研究你的算法。这是谁抛弃了谁？这是谁背叛了谁？你不肯去美国，所以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得妥协。可凭什么妥协的人必须是我呀？你不肯放弃你的事业，我也不想放弃我的，这样才公平。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分手。可你就是不肯说。好，你不说，我来说，我来提分手，我来当这个恶人。你不是分手，你是结婚了。我是结婚了，可是艾迪森更像是我的生意伙伴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相似的处事方式，仅此而已。我真正爱过的人只有你。这次回来，我真的想跟你重新开始。可你呢？第一天就对我不理不睬，第二天就告诉我你跟新女友的感情有多么的好。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？那天在电梯里，电梯出事故，如果不是我拼尽全力，他就死了。我甚至在想，如果他不在了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？可我还是要去救他，我忍不住。我知道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，哪怕我只能眼睁睁的失去你。我每天看着你们亲亲爱爱的在一起，就算我再难过，我也不能表现出来，因为只想让你幸福。别在这假装深情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在韩爽的婚礼上放那段视频？什么视频？你别装了，视频就是你放的。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那我给你理理清楚。你在韩爽婚礼上放视频的事情，本来做得天衣无缝，但是你太沉不住气了，事后亲自出马，去韩爽面前诬陷我，说视频是我泄露的。那时候我就已经怀疑你了。那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针对韩爽跟马克，但实际上是在针对我跟许成业。你表面上祝福我们，却在暗地里搞破坏。你希望我怀疑许成业，希望我和他像韩爽跟马克一样一拍两散。你在电梯里救过我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我向来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我欠你的我会还，但是你害我的、害我闺蜜的、害我男朋友的，我会一样不少的讨回来。漂亮。这没你的事儿。哦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也去董事长那里告我的状吗？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救过你，你现在却反咬我一口，
到时候声名扫地的，是你还是我？你跟我的前男友好了，毫不计较，在公司处处维护着你，顶住压力不开除你，你却因为嫉妒我和许成义的过往，这样来陷害我。丁薇，我到今天才真正的认识你。你这么说，我好心痛啊！看来我们缘分真的尽了，就算我再舍不得，我也要学会放下。签约仪式结束之后，我还是回美国去吧。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看见彼此，勾起伤心事了。说起签约仪式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美国公司那边的人怎么还没有过来？他们不会来了，董事长已经让他们回去了。不可能！如果董事长取消这笔交易，董事会是不会放过他的。许成义已经把算法优化完成了，速度提升了20%。我刚刚来之前，已经把新版本演示给董事长看了。你认为董事长现在还会愿意以你们当初谈的那么低的价钱，把算法卖出去吗？你撒谎！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优化，这不可能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这个版本并不是我短短几天内完成的，这个是我7年的积累。像你这种用狡诈的手段，在短时间内争夺别人的产品，是根本不可能成功。漂亮！用手段怎么了？搞阴谋是可能会失败，但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吗？像你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多了去了，又有几个能真正成功的？我们一样是在赌几率，就算这次赌输了，下次我一样可以再赢回来。你觉得还有下次吗？为什么没有啊？你真的觉得别人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对吗？但是你还是露出了马脚。那帮黑客说，指使他们的人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人。美国回来的女人成千上万，靠这个就想定我的罪？要下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知道你尽力在隐藏自己在网上的踪迹，但是你只要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我会协助警方调查黑客的电脑，我相信你留下了线索，绝对不止这一点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林浩已经被抓了。林浩，他不是你的前男友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浩已经供认是你指使他的，你给了他一大笔钱，让他以他公司的名义盗取闺蜜星球升级版本的方案，制作了闺蜜秀。当然了，方案也是你给的。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违法犯罪一定就会露出马脚，这不是几率的问题，是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。现在你彻底输了，你不仅输了你的将来，输了赛道，输了对你唯命是从的许成义，他现在只听我的了，他只爱我一个人。许成义，你真的这么对我？我不许你欺负我的女人。你的女人？那我是谁？你抛弃的女人吗？你从来都不是我的，你只属于你自己。我属于自己有什么不好？独立自主有什么错？你要的不是独立，你要的是所有人都屈服于你。当初在你看来都是优点，现在全都成了缺点。明明是你变了，为什么怪我？其他人都必须按照你的想法去执行。你要看着我，所有人都是你的棋子，你就应该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。你真的想要我去坐牢？不过是泄露用户资料，就算我被抓了，我也判不了多久。等我出来了，我一定要彻底的整垮你，让你失去一切，让你体会我现在的心情。你承认了，方案是你泄露的。这是公安局的张警官，他想跟你聊聊。编委，是这样，关于 SG 用户资料泄露的事，你需要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你挖坑给我跳，给你挖坑，让你走上绝路的，
是你自己。走吧。秦昊真的愿意去侦查？宁浩的嘴很硬，什么都不肯说。不过现在黑客已经抓到了，林薇也露出了马脚，我相信真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。那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输了你？我只是为了激怒他。你不是我的战利品，如果爱情不是相互的，不是平等的，就没有意义。那就好。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大戏终于落幕了，我也该走了。这次眼光不错，不过你小子那么笨，都能追到那么美丽的姑娘，我是不是也应该谈个恋爱了？啊？学长，这件事情……好了，行了，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看不惯林薇，还有你们 SG 所谓的什么息事宁人的企业文化，真的是让人……所以我故意捅个马蜂窝而已。我真的很抱歉。有什么好抱歉？7年前卖软件的事儿，确实是我的错。我在这儿向你道歉。之后我还会公开发表一个声明。发什么声明呢？啊，都是兄弟，有些事儿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吗？你说呢？谢谢。我们还是兄弟，勉强算是吧。哦，对了，外面很多记者，这个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，我先走了。改天请我吃饭。